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原本我应该要分享流车的报告了，但是我没有想到960关卡4的时候对方没有出来，所以真的很抱歉，我们只能等到关卡5才有实战报告可以看了。那关卡5是肯定有的打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虽然我自己还没有开始实战，但是我看到其他的玩家已经有报告了，他分享了给我，并且有说明用流车的想法。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阿提拉搭配流车的集结报告。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因为他们打的是兵无常势，所以可以用副将的饰品，可以把流车从步兵转成骑兵，所以你们才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报告，才可以这样子搭配。如果你们是打一般的失落之地，千万不要使用这个组合，除了兵无常势跟神级妙策可以使用而已。那首先看到阿提拉跟流车的报告看起来还不错，对方用的是杰哥搭配菠萝头驻防，推测里面应该放的是混兵啊，混兵打出来这样子的报告勉强可以接受。接着又换了芝诺比亚搭配菠萝头，跟刚刚杰哥搭配菠萝头相比是不分上下的，都是差不多的。这是双方的部队争议，可以看到骑兵的攻击力已经提升到251了。虽然以阿提拉来说251不算是最高的，因为我用阿提拉搭配武田呢，其实可以到300。当然了，也不能只是看争议而已。不过也看到他的防御跟生命是比较高啦，所以他穿的应该是生命装，而不是攻击装。至于对方的步兵驻防呢，也算是正常范围，他是用芝诺比亚搭配 IT 巫师。那我们来看一下纯骑兵打纯步兵驻防会变成怎样。双方的战报是旗鼓相当了。用芝诺比亚搭配 IT 巫师还是可以防得住阿提拉搭配流车的。这份报告的参考价值其实还是蛮高的，因为双方也没有阵亡，也没有爆掉。不过严格来讲，阿提拉流车呢还是稍微赢一点点，他的分数比较高，阵亡也是比较少。再换回去杰哥搭配菠萝头的时候，这个报告又不好看了，又亏损了差不多2倍左右，而且旗帜还是被打爆了。不过也是考虑到驻防里面放的是混兵啊，所以这个报告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又换回去芝诺比亚搭配 IT 巫师，就算旗帜是已经爆了，但是这里亏损也没有太大，所以你们要防阿提拉搭配流车的话，最好还是用纯步兵驻防会比较好一点。不过这样看起来，阿提拉搭配流车确实是有搞头的，这个搭配确实也是可以的。那肯定的，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说啊，旗帜那些有可能会有围殴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关卡的。关卡的话，对方是用 IT 巫师搭配 CPR 来做驻防，集结是用阿提拉搭配流车，报告也是没有太大问题了。不过这一次的集结方就稍微亏一点点。而且用阿提拉流车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这个队伍也是很抗打，阿提拉反伤高又有抗围殴的特性，所以像他们这样子打关卡的话，如果是怕对方他们突然冲一波的野战出来打你的话，这个选择也是蛮不错的。而且流车的输出也不低，它还有增加 40% 的攻击力，再搭配阿提拉的技能，尤其阿提拉还是第3代的统帅，能打出这样子的报告已经算是很好了。毕竟对面的驻防 IT 巫师跟 CPR 都是第6代的统帅，阿提拉第3代带着一个第8代的统帅能打出这样子的结果，我已经觉得很好了。而且这里我们只是看到单方面的报告，也就是看到驻防的而已，我们没有看到集结的，有可能集结那边也是很赚也说不定。我们又怎么知道对面有没有派部队出来围殴这个集结呢？如果有围殴的话，其实集结会更赚才对。那我这里收到只有1份的围殴旗帜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用了塔里克搭配流车来围殴旗帜，出来的报告还算不错，有赚一点。这个是玩家的部队争议，不过显然的步兵的生命值还是增加太少了这个避免不了啊，他们的装备没有生命值提升。不过你们也看到对方的驻防其实他们的争议也不算很低，围殴能打出赚的报告也算是不错了。接下来轮到野战的报告啊，胖虎你们知道啦，他是专门玩步兵的。不过这一次他是用塔里克搭配流车啦，他说他的关羽跟 CPR 是已经绑定了在一起，所以他并没有尝试用 CPR 或者是关羽搭配流车。不过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假设你没有塔里克的话，使用塔里克搭配流车出来的报告是怎样的，那可以看到他的野战报告确实是很赚了。不过他也只是分享总体报告给我而已啊，他没有分享每个详细的报告给我看。不过看到下面一点点的报告也证实了他是真的在打仗，有被对方的 AOE 扫到。不过看来他的对手争议也不算太高，而且他的助阵技能也没有带满。不过也可以看到啊，其实胖虎的流车也是没有觉醒了，感觉他不够精头去觉醒了。不过开到5554也是接近觉醒了。接下来第2份报告也是赚了，并且这份报告反而赚了更多。他这里分享的报告明显比那天看到小飞鼠分享的报告还要更赚呢。看来用塔里克搭配流车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比较少玩家拥有塔里克，而且大家都在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培养流车，所以要搞一堆塔里克搭配流车呢，恐怕对一般玩家来讲是比较困难一点了。
我有去问胖虎本人他的流车用到怎样，他讲流车就很像 CP 一样，可以说是步兵的第二个大爹。那这份报告明显看到打是比较久一点的，他的报告还是可以赚到2到3倍左右。然后下面还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报告，那各位你们可以明显看到它下面其实是有赚有亏的。那我个人推测他这里的报告应该是很少专门找一些参选的部队来打，那如果你是找参选的部队来打的话，报告不会这样子的，没有理由他赚的积分只有1万而已，对方赚5万的嘛。最后第2份报告更离谱，他赚1万，对方赚11万，所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实战报告来的，就是有赚有亏，不存在单挑。那么部队阵地刚刚也是有分享过了，可是他的军器并不是用拱形阵，他是用斜形阵的。那这一次胖虎的军器已经算是很 OK 了吧，比起上次小飞鼠的因为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玩家讲那个小飞鼠的阵地太糟了，就不能拿来做参考。那这一次胖虎他的军器呢都已经算是正常，或者是比正常玩家还要好一点了，他的铭文也是蛮多的，他也是把全专属的步兵毕业装穿在塔里克的身上，不过带了一本反击书还有号角。那么我有去问一下胖虎本人了，他除了用塔里克搭配流车之外，其实在更上一点呢，他是用萨尔贡搭配流车的。不过因为萨尔贡的报告太久了，毕竟这个是第2队拉出来的嘛，所以萨尔贡的报告可能在很底了，甚至被覆盖过去。不过他说萨尔贡搭配流车其实战报一般而已，还不如用塔里克搭配流车，塔里克搭配流车战报比较好看，就是我刚刚分享给你们看的。我看报告至少都是赚3倍以上了，是确实很好看的，讲真的。不过我本人刚好那个账号是没有塔里克的，所以没有办法测试塔里克搭配流车给各位看。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把塔里克给觉醒啊其实还有镜头可以觉醒了。那么除了阿提拉跟流车的集结报告之外，我还有收到阿提拉搭配流车的野战报告。那你们可以看到野战报告有点香啊果然搭配阿提拉还是比较适合的人选啊，毕竟这2个统帅他们的技能都比较契合。那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报告几乎是赚了6倍。另外一份报告虽然没有赚那么夸张，不过还是有赚的，并且我还有听说有些人用阿提拉搭配流车去做地鼠超级香。对方还有说到可能阿提拉搭配流车就是最新版的地鼠了。不过我还是要补充那句啦，阿提拉搭配流车的玩法呢，只能兵无常识跟神级妙策可以使用啊，一般地图真的不要用。虽然今天收集到的报告种类并没有这么多的搭配，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搭配塔里克搭配阿提拉都是没有问题的。那间接性是不是说刘彻又把阿提拉给复活了呢？阿提拉第3代统帅又拿出来了，这个实属让我没有想到啦，毕竟阿提拉在第3代的时候已经是称霸一方了结果芝诺比亚出来的时候他又没有声音了，然后司机出来的时候他又复活了，然后沉浸了又一段时间，现在刘彻出现，阿提拉又复活了，司机是第6代，刘彻是第8代。如果官方之后出的新统帅都是有重击伤害，包括第9代的骑兵也是有重击伤害的话，那阿提拉真的又可以拿出来用了。我都不懂这个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影响啊，反正我阿提拉是已经觉醒了。那我觉得可能对一些新玩家来讲是比较头痛一点的，可能到时候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去培养阿提拉了不过这个也是暂时推测而已啦。那么最后总结，刘彻目前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不堪入目，而且就算你没有搞好拱形阵，那你们也看到胖虎他是用斜形阵，依然还是可以用刘彻的，报告出来也是好看的，当然你的装备要好啦。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不管怎样最后我还是会出自己的实战报告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